认出这里就是《爱的迫降》的取景地，马上就看到有滑翔翼降落在草皮上。哇哦！可惜我们没有多的时间体验，如果你是自由行，天气好的时候一定要去玩哦。第3天一早，我们进到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参观，不用门票，可以免费进入。它的外墙是就地取材，用福日山的粉红色砂岩当建材，白天看和晚上看的感受很不一样。白天可以清楚看到非常细致的哥德式建筑雕刻，一进来呢就是雄伟的挑高设计，忍不住让人一直仰头观看。左侧挂着席伯尔曼风琴，是在巴赫时代就非常著名的艺术家风琴。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在中世纪就以彩绘玻璃窗收藏而闻名，大多是来自12到14世纪，共以4600块的玻璃板所制成。玻璃花窗大多描绘当时欧洲的君王和宗教领袖，还有耶稣基督的生平故事。中间这个玫瑰花窗十分有看头，直径达14公尺。花窗的最外围有16朵的花瓣，32片圆锥状的玉米穗，整齐的排列指向中心的圆，作为当时该地富庶的象征。整个教堂的气氛非常庄严。接着我们来到雅尔萨斯酒庄品酒，酒庄主人会用影片介绍他们的酒庄文化。Also in 1529, Jacques-Alain Saison purchased this, the Castle of Asmund. 因为我老公滴酒不沾，所以他的部分通通落到我的头上。才1个多小时的品酒行程，我总共喝了14杯不同的葡萄酒，天哪！大巴行程就是方便，我们又接着来到科尔玛。大家一定会好奇住宿的部分，虽然这个格局有点妙，但整体很舒适干净。房内还有小小琉璃台和微波炉哦。科尔玛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市，人口只有6万左右。因为有很多特色的中古世纪建筑，一样是色彩缤纷的木屐屋，所以也有小威尼斯之称。虽然我们整个行程看了很多中古世纪的小镇，但是我觉得科尔玛它真的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来这边走走。晚上的时候还有看到这个光的艺术场，很棒。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看到非常多庆祝复活节的装饰，整体氛围就像处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，非常可爱。听说科尔玛的圣诞市集在欧洲也是非常有名，所以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，可以多排1天，住在这里感受一下氛围，应该很不错。这里还是霍尔的移动城堡的取材地。不免俗要来拍一张留念一下。中间我们还看到送子鸟，真的超大一只，听说在欧洲看到它们代表新生命的诞生，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象征哦。来到科尔玛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个鹅黄色的教堂，比起史特拉斯堡的雄伟华丽，它坐落在这个静谧的小镇，显得格外低调，但却是我最喜欢的教堂之一。中间我们还意外听到教堂的钟声，和你们分享。圣马尔定教堂是一个小教堂，但它也是大型的罗马天主教教堂。马不停蹄，在德瑞旅游第4天的行程，我们来到了瑞士的伯恩。游览车一下来，大家都会在这个围墙上拍照，湖水依傍着城景，真的太美了。来到伯恩，铁定要来伯恩大教堂看一下大门的雕刻，非常繁复的艺术作品，雕刻着耶稣基督和他的12个门徒，栩栩如生，记录着最后的审判。进到教堂内部，再次被特殊的中殿天庭给震撼，总共有85个圣人雕像在其中。这个教堂也镶嵌着瑞士最有价值的彩绘玻璃，大多描绘着圣经内的故事。其中一片靠近南侧中殿的死亡之物非常值得一看，
主要是一只骷髅头在疯狂跳舞的彩绘玻璃，这个部分就留给你们亲自去看一看咯。中间还有看到这个天文塔，一群游客聚集在前面等着它表演。不要怀疑，它非常简短就结束了，然后大家还是傻傻的等。中间去了一间米其林餐厅，忘记是哪间，只记得里面的瑞士小哥很帅，所有的女团员都抢着跟他拍照，当然我也是。我们的行程没有在伯恩停留太久，马上就前往格林德瓦，在游览车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脉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雪山哦。坐在车里非常兴奋，完全都舍不得睡。中间经过了图恩湖，这个湖最深处达到217米。图恩湖四周被壮丽的阿尔卑斯山脉环绕住，湖水清澈见底。导游说，有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度假，然后呢就直接跳进湖里游泳。湖泊东边就是因特拉肯，德文的意思就是两湖之间，非常直接的名字。因特拉肯绝对是从瑞士其他地方要转上去少女峰的必经小镇，也是登山的起点。这里有非常多极限运动可以挑战，像是飞行伞、滑翔翼、攀岩和滑雪等等。来到少女峰附近区域，有韩剧迷一定会一眼认出，这里就是《爱的迫降》的取景地。马上就看到有滑翔翼降落在草皮上，哇哦！可惜我们没有多的时间体验。如果你是自由行，天气好的时候一定要去玩哦。其实在这个地方走走也很不错，身心蛮放松的。然后你抬头一看，就会有很多人都飘在你上面。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，跟我一样吃个瑞士冰淇淋，其实也很不错哦。这边真的很美，随意拍随便美，连手残劳工都能帮我拍出人生镜头。我们的行程只在这里停留一下，因为当天的目的地是格林德瓦，它坐落在艾格峰山脚，海拔1034公尺。同时也很靠近冰川。我们的行程规划是由这里上去少女峰，所以在格林德瓦停留2个晚上。格林德瓦的名字德文直译就是岩石滑坡，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小镇是由散落在各处的童话风格小木屋聚集而成，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瑞士山村风味。在格林德瓦入住的饭店非常温馨，有一种欧洲特有的典雅高贵感。这边就简单开箱一下房间。有点不好意思的是，我当时太兴奋了，因为这间房间我一刚走进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一直在那边叫，所以我直接手机就直着拿采录。那它这间房间有2个阳台，等一下影片也会看到。前面一走进去呢，就会是一个分离式的厕所。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它房内的这个地毯，就是很有设计，很可爱。那它的这个小前厅呢，也是一个抹茶色的沙发，布沙发哦，做的就是还蛮扎实的。冬天的话，应该是蛮温暖的。那前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阳台啦，你可以看到其他在边坡上的小木屋也都是这家饭店的。那我们有些团员住的比较远，它的这个看的景色就可以看得比较远一点，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如果有人从上面走下来，你还可以跟他 say hello， 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边坡。这是我第一次住这种边坡的饭店。这一段都是一镜到底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剪，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饭店的整个氛围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蜜月的房间，我们没有特别要蜜月哦，但是它就撒了这个玫瑰花瓣，看起来真的很阿尔卑斯山的风格。那前面呢，这边也是一个小小的前阳台，因为这个饭店本来就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，所以你打开前面就是雪山，你就觉得哇，阿尔卑斯山的山脉就在你的正前方，
对边就是其他的边坡小木屋，真的太童话了。这个系列会继续更新，欢迎追踪我哦。下一天就是去少女峰啦。